植物出现了这个征兆，它就离死不远了，它现在有很大的概率它就已经烂根了。大家一定要注意植物给你的一些信号，咱们正确的去理解啊，早发现早治疗。咱们花友送来2颗梅花，让我帮忙拯救一下。我之前的视频其实都拍过啊，当植物茎干出现大面积的水位上移啊，就是这个水质这一圈，看见了吗？能不能看清啊？这是干的，这是湿的。当咱们浇完水以后啊，这个水质夸夸的往上走，印的水质非常高啊，印的水质越高啊，停留的时间越长，那么你植物烂根的越快啊。为啥啊？就是这个水排不出去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加仑盆排水性好啊，土质过细啊，这个水排不出去，咱们给花拽出来啊，看一看它底部的土，保水性太长，非常黏啊，这一转出水，而且土质这么细，这个就是积水啊，积水，水从下边走不去啊，这个水就会往哪走？往上走，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茎干上。你浇完水以后啊，茎干上这个水质3天4天它都下不去，那这个植物啊烂根的概率太高了。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啊，咱们怎么去做？你把盆面土往下去抠，是吧？瓷盆加这种黄泥土啊，真的啊，你在室内养，它就是一个标配的烂根的一个盆土配置，是吧？你把盆面的土往下抠啊，我有些时候真不明白啊，你盆面加这么多土干什么啊？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土它是白来的嘛，它根儿它也不往上长，它根儿往下长。那么这个土啊，就是卖家所说的一种情况，就是什么？哎，我种个梅花，你必须得用黄泥土啊，你必须得用什么什么土，是吧？经常有人跟我说，卖家说了要用什么什么，要用什么什么，是吧？哎，看吧，你用土，正常来说你室外啊，你地里栽黄泥土没有问题。啊，人家是什么环境？你家是室内，就这土砸脑瓜的，脑瓜都砸个包。哎，说多了啊，又合计我卖土了，咱不往下说了。怎么解决啊？盆面的土给它抠掉啊，咱们尽量的让根系周边的水分尽量的排走，让根系能够呼吸，是吧？不断的说植物根系缺氧这个本质性的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不重视啊，根系啊，咱们要有氧气，要有空气能够进去啊。这个就是干湿循环啊。什么叫干？就空气进去了，你可以变相的理解为干，是吧？盆面的土往下拿，盆面可以稍微露出来点根儿啊。这点有人说这点根儿露出来，这点根儿不死了吗？你为了保这点根儿，你把整个花都闷死了啊！这点根儿死就死无所谓啊，底下根儿长下去就 OK， 是吧？咱们花友大老远啊，开车好几10公里送来花啊，就想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就是这么个原因。室内环境配土不行，土质过细，瓷盆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土埋的过深。就是我教你们换，我这两天情绪有点问题啊，就是我教你们换土的时候，都是告诉你们浅埋浅种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我都知道埋深了以后它会沤里，它会闷里，是吧？这个是真正的经验传授啊！到家以后这么做。如果说这么做以后啊，浇水持续性的，它还是往上走水啊，这水3天2天下不去啊，你1天半天下去了，它是正常的。它3天2天下不去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啊，那么如果说叶片出现持续性的黄叶啊，出现焦边，是吧？那这时候你真可以考虑去换一换土啊，换一换透水性更好的土啊，你可以去换一点这个排水性更好的花盆。一定要注意观察啊，就给你们分享很多细节啊，就是防患于未然。植物它出现问题给你信号，这个信号啊，咱们怎么去理解？那么这2颗梅花出现问题的本质原因就是这个室内环境啊，这个土质过黏啊，这个盆不透气，埋的过于深啊，把根系沤在花盆中间土壤最不爱干的一个位置。啊，植物长时间缺氧造成的植物烂根儿，在室内的话，咱们直接就给它洗根儿啊，咱们给它扭一扭啊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是吧？把周边的这个黄泥土啊，给它泡掉一部分啊。那么像这颗的话啊，这样式的就 OK 了啊。你仔细看啊，毛须根给它露出来，是吧？中间有点黄泥就有点黄泥啊，它不影响。那么这颗仅剩半口气的啊，马上就嘎的这颗，这个黄泥土啊，咱们要给它尽量泡掉一些。啊，如果说你泡的话，这个黄泥土就太黏的话，你干泡不下来的话，咱们怎么办？用水龙头给它冲洗冲洗。那么冲洗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啊，不要去抠黄泥土啊，你一抠的话，黄泥土把毛须根全带下来，它就挂了，它就嘎了。咱们用水啊，用水给它冲散，土球冲散一点，毛须根露出来就 OK 了啊，并不用说非常强迫症似的，这个洗的一尘不染啊。你再用点肥皂是吧？你给它搓一搓，不用那样啊。那么咱们整体冲成这样，看见了吗？边上毛须根露出来就 OK 了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
你买的花是激素苗啊，就是给你找这个花养死的原因，激素苗啊，用这激素那激素的啊。其实你把根儿清理出来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都是砍伐的痕迹啊。就是这个桩挖出来之前，根系应该是比较饱满，但是发货的时候啊，原盆原土，现装原盆原土啊，现从地里砍出来，装盆里给你发啊，甚至有的就直接砍出来一个土球，是吧？这都是砍伐的痕迹啊，能不能看见啊？这都是砍伐的痕迹。啊，根系破坏的太严重，所以到家以后怎么样？你没有经验啊，这个试错成本比较高啊，养护难度比较高，看见了吗？这个是本质原因啊，你要理解清楚。这回用的清汤控根盆，排水透气比较好的啊，它底部有这个垫儿啊，它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淋水，不至于盆底和托盘直接接触。依然啊，还是咱们的种啥沙活加底土啊，烂根比较严重的啊，咱们不加底肥，周边去填土啊，一样铁砂掌给它什么，给它添实啊。天使往下压啊，尽量的让刚才咱们冲出来的那些毛须根儿，是吧？尽量的接触土壤，然后把盆面啊多余的土给它拿掉啊，让空气能够进入到土壤当中啊。就是你种植的时候就打好这个基础啊，省得植物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救，那么它比较难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，是吧？它即使回到了啊，咱们后期养护的时间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。那么另外一棵毛须根比较多的啊，种植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啊，咱们耐心的把视频看完。种植的时候啊，毛细根过细的，咱们不要过度去晾啊。种植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，这水里拿来怎么样？比较集中，比较扎堆儿啊，你不要这么直接怼进去种。你要给根系啊，尽量的啊，用手给它分散一些，或者说怎么样？或者说咱们先用土啊，把中间这个中间的空洞先给它堵上，然后给它平移到里边。是吧？周边的这个根须啊，朝天长的，朝哪长的啊？咱们依然利用什么铁砂掌啊，往下去捋，给它一压啊。你压土的同时，它就带着根儿，就是调整了根儿的生长方向，让它往下长。另外是什么啊？另外就是这种啊，比你用手去动根儿的话，伤害更小啊，更有利于对根系的一个保护。这时候啊，那种空根儿的，咱们土要额外的注意啊，土要添实。是吧？你用我的这个种沙沙火土种的时候啊，周边土可以稍微使劲的啊，不是吃奶的劲儿啊，稍微使劲的往下压一压啊，你不要摁的这个青筋暴起啊，你像练健身似的，是吧？你像练那个肱二头似的啊，不用那么使劲啊，有轻微的往下压啊，有缝隙的你的手指头非常清晰的去能够感受到这个空洞啊，然后给这个空洞用手指给它填上就可以啊，这是另外的绝学，就叫做一阳指，是吧？给中间这些啊孔隙的比较大的地方啊，都给它往下塞一塞，确保土能够塞进去啊。我讲的非常细节。那么这时候注意啊，两棵植物受伤程度的严重不同啊，我用分别的方法去对待它们。这棵根系相对来说还可以的啊，我会用到咱们的这个咔咔长根的微生物有机肥，是吧？撒在盆面啊，刺激它根系的一个生长。那么另外一棵这种情况咱们就不用了。那么咱们定根水浇透啊，多浇几遍，浇足啊，浇透浇足以后啊，它们的缓苗环境也是完全不同。我是尽量的啊，把所有细节都给你讲清楚啊，让你救活的成功率啊会大一些。所以说咱们耐心看完啊，咱们这棵严重的啊，直接拿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啊，连盆的花啊，你确保定根水浇透以后，不剪枝不修枝，啥也不动，连盆的枝条整个给它套住。放在你家散射光的一个位置啊，袋里边可以去适当的喷点水。那么另外一颗有叶片的啊，咱们定根水浇透以后啊，一样啊，放在一个明亮的散射光的一个位置啊，放在那儿去缓苗，是吧？咱们观察什么？看它新芽啊，新芽整体尾部萎蔫，如果新芽出现萎蔫，底部大面积的落叶了，这时候跟它一样去套袋。如果没有，就这么动啊，不要动啊。这时候不要向它去套袋，这时候套袋啊，叶片会全掉。那么套袋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枝条会长毛啥的，不要去管，不要过多担心，不用管。你坚持1个月啊，不发芽就直接扔了，换下一盆完事儿。那么有些人问题的啊，老师啊，我家没有这么大塑料袋咋办呢？我这有啊，100块钱一个，你下楼上5金店2块钱买一个嘛，这都要问我怎么办啊？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啊，因为你用的时候下一次看后期缓苗，看中间的细节，很容易就能找到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